我觉得今年美国房市是我大概在从业10多年以来，我觉得其实是最诡谲，也其实最困难的一年。数量是我买房的数量可能3倍以上吧，买家都会一直拖，就连那种很顶级的经纪人都说他今年业绩大概掉了1半，他可能还是要加价，可能还是 multiple bidding， 所以这一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买家的信心嘛。今年美国房市其实是真的不好做，然后就活生生的喊停，他们就说他想要看一下战争的状况，可预见不会那么容易，也不会那么快的降息，利用这个机会去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。Emily，最近的美国房市你怎么看？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？好，其实我觉得今年美国房市是我大概在从业10多年以来，我觉得其实是最诡谲，也其实最困难的一年。其实即便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就人心惶惶，因为到后来它快速反弹嘛，反而是一个大多头。但是其实今年以来，一开始年初的时候我还没感觉到，但是其实现在慢慢走到年中的时候，而且我跟很多的经纪人都聊过这件事情，包括在麻州本身或者在其他州，我们全部都聊过这件事情。其实每个州状况大家都大同小异，今年的市场真的非常诡谲。第一个，因为我们本来我的 clientele 就是针对外国买家，因为他想要过来留学这种，其实算是一个不是在麻州本地一个工作生活的人这样，所以今年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卖房的比例就大幅增加。那我也跟很多做同业的朋友聊，他们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搬回亚洲去。那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，今年以来非常的明显。我的卖房的 listing 的数量是我买房的数量可能3倍以上吧，过去可能买房都是多于我的 listing 的数量。如果我们真的去查数据的话，也会发觉在市场上的库存变多了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今年买卖双方的状况又很奇怪，买方他们一直期待可以用很好价钱买入房子，卖方对于他们的房子价格的期待可能还没有跟随市场就修正过来，所以就变成说两边都很拖沓。买方一下就说我要看战争的影响，那个霍姆兹海峡的影响，然后一下又要看说我要看利率走向影响，又想说我要看新任联准会主席的影响，反正就是从1月到6月底为止吧，各种事情层出不穷，所以买家都会一直拖。市场上房源其实有，但是好的房源其实也不多。那所以好的房源的话，其实还是非常的抢手，就会变成说，买家一直觉得说，今年我可以用低价买入，但是他不会想到说，其实对于很好的房子，他可能还是要加价，可能还是 multiple bidding。但是对于卖家来讲，他就说啊，其实其他房子有 over， 就是有 multiple biddings， 那我的价格肯定还是很好的。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，今年市场整个这样的变化，所以就变成说，这样两边落差期待就很难成交。那我一开始觉得说这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，但是其实真的不是，因为像我讲的很多在麻州的同业，或者是说在其他州的同业都聊过这个问题。今年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，就连那种很顶级的经纪人都说他今年业绩大概掉了1半。今年真的是我这10几年来最 tough 的一年，就对我个人而言还好，因为基本上我们还是有很多活动在嘛，所以其实生活还是过得去。但是就会感觉得到这个市场好像大家都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做决定，所以我也去访谈了很多人，那可能自己看到很多数据也确实发生在身边。第一个，今年的 employment situation， 很多人是被 lay off 不说，那他们很多人也选择要换工作，所以这一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买家的信心嘛。第二个，物价还是真的很贵，很多东西成本都变得巨高，毛利润一直在下降。就像以我们经纪人来讲，我们大概前年开始从 NAR 开始修改规则，变成从过去卖家可以一定支付买家经纪的角色，这件事情修改了以后，包括像麻州去年也修改，比如说过去都是由房客去支付中介费用，去年就改成房东去支付中介费用这件事情。所以以经纪人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的收益整体一直在被压缩，但是又很难承担，所以大家收入状况都变得会比较保守，花钱会变得比较保守。那我其他行业也是一样，今年美国房市其实是真的不好做。我已经经历了大概10来年的卖家市场，那我只能说现在真的是确实很明显感觉到，现在一定是买家市场。现在有买家的话，我们都会更把握。你觉得今年是不是从卖家市场转变到买家市场一个转折点？我觉得今年绝对是卖家市场转折到买家市场的一个转折点。现在的那种消耗库存率，因为通常我们看那个数值是大概算20%嘛，说一个月如果市场上100套房子的话，可以消化掉几套。那通常大于20的话，这个就是卖家市场。那如果是小于20的话，这个就是买家市场。那今年是越来越趋近于20%。那我觉得会造成这样结果几个原因，我归纳如下，这是我个人观点。就比如说像美伊战争的时候，客户本来都已经要下 offer， 然后就活生生的喊停，他们就说他想要看一下战争的状况。然后到后来联准会主席他是一个非常清算主义的人，也就是说他不像以前的主席一样觉得联准会责任是要救市，他基本上他就是想要压制通膨，他觉得 QE 就是一件错的事情嘛，所以可预见不会那么容易，也不会那么快的降息，所以这对我们造成了难度。
那第三个话就是 employment 状况，大家可以从新闻上看到，就是 AI 出来之后，对于真的很多产业都造成冲击。虽然这件事情还是在研究待证中，但是确实就包括像我今年自己公司也用 AI 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在我的立场是省下费用啊，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，我相信这就是造成他们收入减少。那把这件事情普遍应用下去，其实就会发觉说，其实真的对于就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。第四个，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年我觉得有赚到钱，大概都从股市，不管是台湾或者美国，尤其又都在 AI 的区域，都在 AI sector，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市场上的买家，就我今年自己的买家而言，一定是刚需。像过去几年很多是想要买投资房的话，这种基本投资客基本都大概消失了，顶多是有一些在做1031置换不得不再买入这些客户之外，基本上大概都是以刚需为主。还有就是买方跟卖方他们的期待会非常不一致，买方他知道有这些不确定状况，有这些黑天鹅存在，所以他们都会更加耐心的等待，并且期待买到一个好的房子，因为他觉得他们自己选择很多。那对于卖家来讲，因为我们过去10几年都一直是卖家市场，所以他们一直会有那种我的房子不愁卖的心态。那如果对于价格咬得比较硬的话，这就会比较难消化，所以我觉得买卖他们两个期待会有点不一致。那就是成交上会变得困难很多。但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状况，就是说市场上好的房源，因为好的房子，如果它 condition 好、location 好、价格也不错的话，它本来就是一个稀缺财。对于难得出现这种房子上，也一样还有很多买家又会冲上去抢。这个状况下，买家会有点抓不住说，我到底是应该砍价呢，或者是说会遇到那种 multiple offers 的状况，那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困难。那你觉得，如果说给买家跟卖家一些建议的话，你会怎么先讲给买家？我觉得先给买家一个建议，如果今天您真的是有刚需需要买房，或者说想要做一个资产配置，比如说分散一下风险，那我觉得那今年真的是比较偏向于买家市场。其实这10年来第一次看到，所以真的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。那当然，好的房子是一个稀缺财，真的，比如说地段好、状况好、各种好的房子的话，那可能还是需要去竞争，但至少竞争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激烈。那你觉得，如果是给卖家呢？如果您真心想要卖房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出价稍微保守一点，因为你想，如果那个价格可能通常是差，比如说差个几万块以内，其实如果放到股市或 even 放到现在还有3%点多的这种定存利息中，这可能一下子就回来了。尤其像不容易成交的状况下，我觉得对于开价应该会相对保守。那就是如果您对于今年市场上有什么观察的话，欢迎现在在底下跟我留言。那如果你们准备到波士顿或到美国想要购置房产有任何疑问的话，也欢迎跟我讨论哦。我是 Emily， 欢迎点赞、关注、分享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